我这个角色就是钱红处，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太去像哥哥们一样就一板一眼的啊，说我长大一定要去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，或者说一定要去帮助我的父亲去把这个朝政理得怎么样。他不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从小的志向没有觉得说是一定要去干这个事儿。他不是有一个外号叫鱼胀子嘛？那他做鱼很好吃，也喜欢跑到外面去玩，去做鱼，然后去看这个世界，就整个人就跟他的哥哥们完全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的。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看完了，然后我问我自己。你这看完好像又没看完，你看懂了吗？因为好像没看懂，好像很多大的事件你都知道，但是有很多细节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弄成的。对，这个剧本确实是很有难度啊。然后呢，也看了很多资料，也查了很多资料，对，然后也去了杭州的那个钱家那个宗祠。啊，对，然后还远眺了一下宝树塔，但是当你随着拍摄和那个编剧老师，写的这些事件啊，这些对人对事儿的这些经历，就是你经历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可能你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象，它是一个什么样，但随着这个拍摄，你就会渐渐完全就知道是或呈现出来了，就是你就完全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在那儿，让你也更好的去通过编剧老师巧妙的这些设计也好，台词也好，行为也好，让可以把他这个人可以表现得更加的比之前想象的会更丰满一些。我就是在不断的在翻剧本，然后规划好每个阶段的成长和每个阶段该有的状态吧。而且你看，我刚进组第一天，我自己的字典我没拿来，我进组第一天赶紧买了本新华字典，因为有很多生僻字，对，而且很多字词文言文的意思还得去查。不仅是我觉得很多人的台词难度都很大。收工回家就坐那儿就歇一会儿，就开始看剧本。后来我就跟导演说，我说我自己每次准备我自己戏的时候，我尽可能的会把几个字给它转化为白话文，就是让它这一段不要那么看起来像白话文，但是又更稍微让人能好理解一点。但随着这个拍摄，反正就是感想还真的挺多的。碰到这个《太平年》这部戏，确实是对我内心也是还挺有触动的。我觉得啊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我也不是很年轻啊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自强，一定要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。